过了40岁的未婚女人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了好吗？啊，我真的是怕了你们了啊，就没有一个啊，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正常点的。最近呢是有一个朋友啊，让我给他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个对象。我一听呢，都41岁了啊，那还怎么找啊？找年轻的你不配了，找条件好的那你更不配了。找个离异的呢，你可能还不甘心；找个年龄大的呢，你可能还嫌人家老。总之，过了4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不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基本上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是因为啊，他们这一辈子都在找那个他根本配不上的人，所以才变成了大领导。你们认同吗？比如说他这个远房的表妹啊，身高1.6米不到，瘦瘦小小的，在一家国企里边做会计啊，长相很普通，人的性格呢也比较传统呆板。我当时看到他还以为啊他不挑啊，他只是因为没有渠道认识男性啊才单到现在的。结果并不是这样的啊，介绍的时候啊，我给他看了资料不下20个，条件好一点的他说自己配不上，条件差一点的呢，他说不想活得太累了，条件合适他的呢，他又要挑长相，没眼缘的他不想见，说这样他没感觉。后来终于联系上一位45岁左右的啊，在一家国企里边搞技术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也是未婚的，就是个子不太高，长相呢确实不是他太能接受的那种。但是两个人还是见面了啊，当时说啊约在某个地方吃饭，男士呢还是挺绅士的啊，去接他下班，一起吃了饭。男士呢还开车呢把他送回去了，双方最初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可是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女士就跑过来跟我说啊，哎呀不接触了啊，问他原因，他说居然是因为男士问他可不可以做女朋友，他说可以，刚刚答应了啊，男士就想亲他，他说完全不想让他碰一下，感觉还是受不了啊，喜欢不起来。他说自己啊也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但是啊将就着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还是太难受了，而且他说他不太习惯让别人碰他身体，他会特别紧张。我当时真的是就很想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啊？不过我没问啊，这还需要问吗？然后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的啊48岁的男士，长相身高和工作啊他都很满意，于是两个人呢又见面了。约会的当天两个人也是约到外边吃饭啊，结果两个人吃完饭又不欢而散了。我又问他为什么啊，他说这个男士摆架子啊，都没有开车去接他，感觉很不被尊重，男士有点高高在上。饭后呢这个男士也没有送他回家，他那个自尊心啊就开始强烈的跳动，坚决的不跟这个男人发展了。后来啊，我就问那个男士为什么都不送一下女士呢，让对方感觉到特别的被怠慢。男士说啊，当时是女士选的地方啊，就在他自己住的附近，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接嘛，自己开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点之后啊，人家那是一脸的不乐意啊，拉着个脸给谁看呀？我们还什么关系都不是好吗？我看他呀全程的不高兴，我哪还有心情送他回家呀？大家来说说，都40岁的人了啊，还有一颗少女心，这可咋整啊？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他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他，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
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啊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啊，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啊，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啊，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来，快来找我报名吧。现实啊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啊，那种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啊，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那实在是太低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啊，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啊，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啊，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啊，做个三姐吧啊，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啊，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啊。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啊，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啊，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啊，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他说啊，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
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啊，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啊，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啊，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哎，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她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比如说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年收入1000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1000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
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他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今天这个事吧也真是够让我毁三观的。有个二婚女36岁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也带个孩子12岁。你说吧，这两个人不管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都挺般配的，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那两个人相处了3个多月不行了，今天这女的就来找我说了一堆男的的不是，就你们来评评理吧，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女的说，我当时呢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还蛮合适的，就想处一处试试看。但是这个男的就很不积极的样子，从来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呢约他出来逛一逛，他很少说话也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一次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买。女的就觉得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是这么个成年人了，你连个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你都不会吗？这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觉得可以白嫖试一试？是不是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二婚我就是要图钱。那如果连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难道结婚以后会有吗？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如果觉得这份感情根本就不需要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那一定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会琢磨着你喜欢什么东西，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虽然说谈钱很现实，但是这也很真实一个连钱都不舍得为你花的人，怎么会舍得爱你呢？可能钱才是他的命，那他就跟他的钱过去吧。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牢骚之后我当着他的面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情况。男士说他经历了2段婚姻，真的被骗怕了，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马上接过来就骂上了，她冲着电话里就说，我呸，抠门就是抠门，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如果连买个水果都是要花钱的话，那别人要是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觉得人都是骗子呀？你就是骨子里就是自私，与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你什么玩意儿难怪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就没说话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说一说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最近有这么个事儿我想来说一说。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呢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不服气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都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
他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房子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一个月才挣1-2万，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啊，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呢，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90后啊，还算年轻的吧？啊，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你是90后，但是啊，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对吗？那个才叫年轻呢。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要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都知道啊，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啊，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啊，真的谁说都不管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你们说对不对？最近有个95年的女生啊，去年跟一个90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觉得不错啊，愿意跟对方继续接触和交往。这差不多啊1年快过去了啊，我也没有怎么跟进他们俩，原以为他们挺顺利的啊，都1年了嘛，也该谈婚论嫁了。可是就在上周啊，女孩和男生啊分别给我打来电话了，先是女生打来的，我以为呢给我抱起来了，结果并不是啊，分手了。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原因，女生说啊，这个男生啊打算带她去见他的爸妈，本来是件好事儿，可是啊他拒绝了，因为他对男生意见非常大。他说跟这个男生要了多次体检证明，这个男生啊一直就没当回事儿，一次也没有给过他。他说啊，现在在外边太不卫生了，有一个朋友因为见面吃了一顿饭啊，就感染了螺旋菌，有的病啊通过口腔也是能传播的。然后呢，这个男生1年当中有大半年都在外面出差，几天才跟他联系一次，也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有一次啊买了个礼物还是个假货。而且呢，他觉得这个男士啊说家里条件多好多好，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家的财务状况，他要求男生提供家庭资产证明给他。我就问他，那这都1年了，你们俩的关系到了哪一步呢？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我问的问题你们懂的啊。结果这女孩说她是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的，连接吻都没有过，她认为很不卫生，并且要求男生每年给她提供一次体检报告。她认为2个人啊都走到了相亲这一步了，就别搞什么花样啊什么形式了，就平平淡淡的该结婚就结婚就行了。我听完啊心都凉了一大截，难怪会分手，有这样谈恋爱的吗？明摆着就是不喜欢不爱，连谈恋爱的套路都懒得走一走。但是呢又怕耽误了自己啊，不得不结婚了。我觉得我要是这个男生，可能我早就放弃了。但是啊，人家男生还真是很尊重他的想法，愿意继续推进关系。虽然男生后来跟我解释了那个假货啊是被他的朋友坑了，我还是能理解这个男生的，你们觉得呢？现在真的啊有这么个现象，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在相亲市场上，突然流行起来这么一种方式啊，就是在谈恋爱初期的时候，男生啊会偷偷的去查女生的开房记录，或者呢有同居时太长的，一般男生啊就不太接受了。他们觉得女生婚前同居跟2婚相比是差一张结婚证而已，而女生也会要求男生提供体检证明来判断这个男生的人品如何，会不会有什么病，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特别是这种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女生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们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呢？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
真的你会觉得呀，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啊，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啊。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呀，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之前呢总是在说女生找对象的一些奇葩事啊，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男生的真实版本，你们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要求到底好不好找。90年的男生，北京人啊，身高1.88米，美国留学了8年，名校的硕士啊，双硕士。现在他就职于某国企，月薪1万多。另外呢，有一些股票投资收益啊，父母名下2套房，他自己名下也有2套房。爱好读书、写作、探戈、街舞，擅长做日本料理和潜水、游泳、篮球、狩猎，还有马术。你们看看他这兴趣爱好，他父母真没少培养他。男生真的是很优秀，对吧？那我们把男生介绍完了，来看看这位优秀的男士到底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择偶要求啊。各位看官，那就仔细的听着了啊。我的择偶要求并不算高，首先我要简单说一下我的家族，我是某名人的曾孙，6代单传，女孩最好也是能门当户对的。那他这一条的意思呢，就是说女孩也得是个名门望族的。这个有一点点难度，但是还好说啊，毕竟是在北京嘛，找一个名门望族的姑娘呢也没有那么难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2条呢，他说女方啊家族必须往上8代都是读书人，不能有白丁，并且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不能是商人。妈呀，这一条难度一下子提高了8度。我就问你们，有几个人能知道自己家里8代祖宗的事儿啊？你能知道吗？还必须为国家做过贡献呢，这也太难了吧。那第3条啊，他说有钱没钱无所谓，学历无所谓，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学识。那我就问问，
这位双硕士，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傻了呀？你瞧瞧你说这话，学历都无所谓了，但是又必须有足够的学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没有饱读诗书的人能有足够的学识吗？这不就是一句废话吗？我呀，当时在想，这孩子呀，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他的这第4条哈，身高最好是170以上，长相漂亮，必须有留学背景，跟我有聊得来的地方，比如说在考古、历史、人类学各个方面有所研究，熟悉中外思想家的发展和流派，对于古籍善本有少量的研究啊，会比较有帮助，能够陪我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并且呢，能聊得出来一些东西。这一条啊，我觉得难度已经到了10级，我感觉根本整不了了啊。结果啊，他说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啊，就是这女孩啊，最好会跳交谊舞，会骑马，英式安和西部安都可以。我真的是给她搞蒙圈了啊！现在的90后还有会跳交谊舞的吗？反正我是有点怀疑。看完他这几条之后啊，我就说，你是来搞笑的吧？你是正经来找对象的吗？他说是啊，我当然是来正经找对象的呀。我还有最后一条我要补充一下，我对他个人的经济方面没有要求，不要求会做饭会做家务，不要求对方的财力房产或者是车，但是我希望呢，他能理解世家弟子的一些规矩和难处。哎呀，我的妈呀！我说你能理解一下我们的难处吗？估计啊，您这样的要求只能去定做了啊，没有现货的。真的是什么奇葩你都能见着，你们觉得他找得到吗？真不知道他呀，这到底是在为难我呢，还是在为难他自己呀？有很多女生她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啊，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啊。但是呢，有的人啊，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长得确实啊挺漂亮的，身材气质都很好啊，算得上是美女了。学历呢也还不错啊，就有一点短板，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呀，她要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啊，实现阶层的跨越嘛。而且呢，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性格很好啊，有眼缘，智商情商啊双商在线，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对他呢无微不至的好，忠诚专一，还得靠谱，并且愿意宠着他惯着他啊，在金钱方面啊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就这么着，在我们这儿挑了个够啊，终于出现了2位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这2位男士呢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可是这个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她每一次约会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男生必须去接她，约会完了呢也必须送她回家，这个都还好嘛哈。关键的是她每一次啊都让男生在楼下等她1个小时以上，要么呢就是她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啊等她很长的时间，她才会出现啊，她一定是要迟到的。要是出去吃个饭，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她理想中的规格呀，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在他看来啊，起码也得一顿饭消费上千啊，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其中的一位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男生联系他呢，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他想的是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啊，得立好规矩啊，没这么怠慢人的。他认为冷处理几天啊，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啊却再无音讯了。另外一位男生呢，跟他约会有一次啊，就是因为啊路上很堵车啊，迟到了一会儿，他非常的不高兴，说一个男人啊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等了他40多分钟啊，就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呢，你看啊，他自己迟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啊，男生迟到啊就是人家不靠谱。结果呢，他为了让男生再尝一尝等人的滋味啊，在一次约会中啊，他足足迟到了2个小时啊。可笑的是啊，等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男生已经离开了啊，给他发来一条消息说要回公司开会。这一次呢又不欢而散了，并且这个男生呢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了。但是这个姑娘却并没有从这2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啊，她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其实啊，她不明白，质量比你好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的，人家是缺心眼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跟你一样的美女。动动脑子想想啊，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
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条件不太行的。所以啊，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还优质还主动基本上你是在发春秋大梦。你们说对吗？有些大龄剩女她真的是不信邪的，你跟她说再多都没有用。38岁的未婚女人都这个岁数了，还自信爆棚。你说你如果已经做到了事业有成还有点骄傲的资本，但是你可能也就有个几十万收入，学历高一点就把自己排在了优质女人的行列里。什么是优质女人呢？搞清楚了没有要说事业方面，你能跟董明珠那样的女人去比较吗？要说家庭方面，你会经营感情吗？你要是会经营的话，不早就结婚了吗？你这个岁数生孩子都有困难了，找对象的时候满嘴都是那些话，什么我不能将就着找个条件比我差的男人结婚来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什么我虽然但是却看起来很年轻，什么如果这个男人没有什么亮点吸引我我嫁给他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他这种低质量的基因传宗接代吗？有的时候我一听到他们说这种话，真的就有点哭笑不得了38了还想找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优质男人。最气人的是他们就算见了 N 个优质男人，受尽了别人的拒绝，也跟战斗英雄一样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坚决不肯投降，一定要战斗到底的样子。可是当你告诉他这么坚持到最后可能真的结不了婚了嫁不出去的，他一定会回你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规定的人就一定要结婚呢？找不到就自己过也挺好的他会怼着你没话说。我真的想问一句，那你来征婚干什么就你这个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那就自己过呗就他说的那些话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条件差的男人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了？说实话，什么是生活质量只有物质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陪伴吗？没有照顾吗？没有精神共鸣吗？没有相互扶持吗？这些东西不是一样也很重要吗？虽说有句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你怎么不想想另外一句话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了婚姻某一方面你还得看到它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还有那句话就别老挂在嘴上了，我都替你们害臊什么看起来很年轻人家男人要的不是看起来很年轻，人家要的是真的很年轻。又说什么男人没有亮点吸引不了我真的都想笑出声来你身为优质男人，人家有多想吸引你人家只想吸引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根本就没你什么事儿。别说我说话绝对事实就是这么绝对的。你曾经拿你的青春去赌明天，而明天现在就在眼前，青春却没了。想结婚的大龄未婚女人一定要早一点清醒不想结婚的可以继续做你的梦我就不打扰了。但是真的想要结婚的就想想清楚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吗？给个红心再走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他说了一番话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平稳地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这些年接触过的女孩子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我们不排除他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他说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啊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啊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啊，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啊，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啊，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呀，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啊，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她花钱啊，花得多就是真爱他，花得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啊，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啊，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啊。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啊，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啊，他敢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呀，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啊。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